如果整本圣经只能留下2条命令，你会选哪2条？爱、诚实、敬拜、不说谎。现在想象一下，你面对的是一群神学博士，他们准备公开考倒你，这就是今天的场景。但最后被问到哑口无言的不是耶稣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就聚集。这已经是第3波试探：1. 纳税问题， 2. 复活问题， 3. 现在律法问题。他们决定派出律法师，这不是普通提问者，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专家。律法师问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当时犹太传统整理出613条诫命，分类、讨论、辩论不断。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错，但动机是试探。如果耶稣偏重某条，就可能被控忽略其他，这是一道神学陷阱。耶稣回答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句话来自申命记6章，是犹太人每天背诵的誓码。然后他加上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出自利未记19章。然后总结，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回答太精彩了，他没有选一条，他给了一个核心。所有的诫命都浓缩成2个方向：向上爱神，向外爱人。而且第1条说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不是部分，不是有空，是全人投入。深层含义解析：1. 爱不是感觉，是全人意志的选择。2. 爱神与爱人不可分割，不能说我很爱神，却对人冷漠。3. 爱是律法的总纲，律法不是冷冰冰条文，核心是关系。耶稣把宗教从规则带回关系。就在大家以为问答结束时，耶稣反问：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立刻回答：大卫的子孙。这是标准答案，弥赛亚是大卫后裔。但耶稣继续追问。耶稣引用诗篇：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这段是大卫说的。问题来了，如果弥赛亚只是大卫的子孙，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？换句话说，弥赛亚不只是后代，还是超越大卫的主。这是在暗示什么？耶稣不只是人类君王，他具有神性，这是高度基督论宣告。经文说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。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这场神学辩论结束了，试探者无言，权威沉默。耶稣不是靠气势赢，是靠真理。前半段，人问耶稣，想限制他；后半段，耶稣问人，揭示他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哪条诫命最大，真正的问题是，你认识弥赛亚是谁吗？爱神与爱人源自认识神是谁。如果耶稣只是教师，爱是道德建议；如果他是主，爱是生命回应。今天很多人谈信仰，喜欢讨论规则，可不可以，合不合法，符不符合标准。但耶稣说，先问你爱不爱，爱神会改变你看一切，爱人会改变你对待一切。而且你认为耶稣是谁，决定你怎么活。爱不是口号，是整个生命方向。而耶稣的问题仍然在空气中。你说基督是谁？这不是神学考试，是身份选择。613条律法浓缩成2个动词，爱，而所有问题浓缩成一个核心，你认识主吗？当人停止提问，真理仍然站立。
爱神爱人，然后认出那位大卫之子其实也是万王之王。